那你好好休息，休息2天就带若若回来，我们一定会热情欢迎若若的。二太太巴不得儿子立即就带着蓝若若回来见家长了。虽然从海童那里看到过蓝若若的相片，也听海童说蓝若若挺好的，还和未来的亲家有过交集了，但准儿媳妇还没有见到真人，二太太多少都有点担心的。有时候她会跟婆婆唠叨几句，婆婆说相信老七，老七喜欢的，亲自找的老婆不会差到哪里去，让她安心当婆婆就行。妯娌们也开导她，劝她不用担心。她不相信老七，还不相信老婆婆吗？家里9个孩子，除了老九，前面8个都是公婆培养的，2位老人家都是厉害人物，由他们亲自培养出来的孩子，眼光能差到哪里去？老九因为年纪最小，爷爷奶奶对他的教育时间就不算长，不过他有8个哥哥管教，也歪不了。战燕，我哪敢歪啊，歪一下，8个哥哥一人打我一下，我就要挨8下。行，妈也早点休息。战伟好心情地结束了通话，却不知道他这一通电话让他母亲开心的一个晚上都睡不好。二太太在小儿子挂了电话后，就拉着丈夫去了他的珍宝库，夫妻俩给蓝若若挑见面礼。他老伴说你又不是第一次当婆婆，那么紧张做什么？前2个儿媳妇初次见面时，你送了什么样的见面礼？如今这个小儿媳妇也送一样的见面礼就行，那样显得你公平，一视同仁。3个儿子都是亲生的，对待儿媳妇自然就要做到公平公正，不偏不倚。是准备一样的见面礼，2套珠宝。我是让你帮我看看送那2套珠宝好一点，2套珠宝的价值还得和他2个嫂子的一样。张二爷说道，你每一套珠宝买回来时的价钱你都加在那里，再对照如今的行情升值了多少，你也标注着。你每一套珠宝都是精品，随便挑上2套送出去，蓝大小姐都不会嫌弃的，都显示你重视她。自家老七的底蕴她还是清楚的，当年嫁给他就带着丰厚的嫁妆，她也给了丰厚的聘礼过去，岳家一分不留，全都给他带回来。他老父亲离世之前，他老人家的个人资产拿出1半给他们这些儿子儿媳妇平分了，他老婆的资产更多，另1半是给战印兄弟9个平分的。老太太的私人资产更多的是古董珠宝，有些价值连城。他老人家当初也是每个儿媳妇初次见家长时，就赠送了珠宝，嫁进来后又赠送2套珠宝，每个孙媳妇也都有。如今老太太的珠宝库依旧充盈，有了贝贝这个曾孙女后，老太太不止一次说了，以后她走了，她的珠宝1半是赠与贝，贝的1半则给儿媳妇和孙媳妇们平分了。战家的女人都不缺珠宝首饰，战二爷就觉得妻子的底蕴厚，送出什么样的珠宝都不会差到哪里去。我对若若不算了解，也不知道她喜欢什么样的款式，简约风的还是复古风的？战二爷打着呵欠说道，你可以送1套潮流的，就是什么时候带出去款式都不会落后，再送1套古风式的不就行了？不过我觉得珠宝不管是什么时候都适合戴，只要换一下衣服就行，带上现代潮流的珠宝，就穿潮流的服装，带上古风珠宝，就穿旗袍或者偏素雅一点的晚礼服也是可以的。实在不知道送哪2套，当初给老大和老二的，还有相同的吗？送相同的绝对没有人说得了。二太太说道，没有相同的，当初给老大和老二媳妇的都是不一样的，只是价值同等，那不就得了？有什么难的，挑同等价值的就行了。我看你的这些珠宝每1套都差不多。他又打了个呵欠，赶紧去睡吧，我都困死了。老七都还没有带女朋友回来，你这么着急做什么？明天再慢慢准备都来得及。明天得让人将老七的房间、书房全都打扫干净，还有所有客房也全都打扫干净，收拾好。咱们养的宠物狗都要帮它洗得干干净净的，狗盆都要换上新的。战二爷好笑的道，
你的绵绵吃饭用的盆什么时候就过？不是经常换上新的吗？绵绵是二太太养的宠物狗，咱们家里每天都有人打扫，卫生绝对干净。客房也是天天都清扫的，随时保持着干净，什么也不治，谁来了都能随时入住。也就是老七不在家，他的房间少人进去，需要让人仔细打扫一下。别担心了，走吧，回去睡觉。咱们家什么样？蓝小姐又不是不知道，她爸妈都来过了，还在咱们家住过，没必要作假。反正平时是什么样子的就什么样。战二爷困得不行，拉着老七回房里去，同时又在心里骂老七一顿，非要大晚上的打电话给他妈，就不能等明天再打的吗？害得他老婆兴奋睡不着，连带的拖着他一起，他可困了。哎，年纪大了，精神没那么好，到点了就要休息，熬不住夜。二太太被丈夫拉回了房里，就算躺在床上，她依旧毫无睡意，在想着事情。战二爷快要睡着时，他想到什么，要跟他说，又推他两下，瞌睡虫被赶跑了一下。战二爷只得又撑着和他说话，反复几次，战二爷受不了，对老七说道：老婆，你要是再不睡，咱们就来一场运动，让你累了就睡得着了。别看他上了年纪，在夫妻之事上他还行的。二太太顿时嗔他，也上手掐了他一把，老不正经的。行了，你睡吧，不吵你了，我自己复盘一下。还有什么事要准备好的？有没有重要的情节忽略了的？明天我不打电话骂死战老七，老子跟他姓。战二爷此刻对小儿子恨得牙痒痒的。二太太说他一句，你儿子跟你姓战的，你反过来跟他姓，不也姓战，都没有改变过。隔天，战二爷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，一起来也不管现在是什么时候，拿起手机走出了卧室，就打电话给战维。在战维接听电话后，他不管不顾就是一顿输出，骂儿子骂得狗血淋头的，莫名其妙就被老父亲来电一顿骂。战维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，他想问一下他做错了什么事。父亲打电话给他，劈头盖脸一顿骂，被骂了足足10几分钟，战二爷出了一通气就挂了电话。这什么跟什么呀？他花了点时间才消化掉父亲骂他的主要内容，怪他昨晚打电话告诉母亲说他要带蓝若若回去见家长，然后母亲开心的一个晚上没有睡好，连带的影响了注重养生的父亲的睡眠，害得老父亲没有睡到养生觉，所以今天打电话骂他。战维哭笑不得，他哪想到母亲会开心成那般，他妈又不是第一次当婆婆，她都有2个亲嫂子了，想到可能是自己31岁了还没有结婚，母亲太过于担心，好不容易他要带女朋友回来见家长，母亲就开心的睡不着。战维又理解母亲了，同时也有点自责，父亲骂得对，是他害得父母没有睡个好觉。战维给父亲发了好几个红包，向父亲道歉。战二爷也不客气地收下了儿子发过来的红包，虽然他不缺钱，他的钱比儿子还多，不过儿子孝敬的，哪怕只有100块，他都收下，那是儿子的心意吗？他是不论儿子儿媳妇送他什么东西，他都会收下来，不会说什么，更不会拒绝，就怕拒绝了或者嫌弃的话，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。看到父亲收下了红包，战维放心地重新投入紧张的工作中。与此同时的管城中心人民医院，战月站在病房门口看着，等曾小雅过来查访。管家洗好了保温饭盒，从洗手间出来，发现自家八少爷不见了踪影。八少爷，八少爷！管家大声叫喊。他放下了保温饭盒，扭身就往病房外面走去。八少爷还有伤呢，跑去哪里了？虽然八少爷的伤不算重，但双手都不能做事的。他过来照顾八少，都是连喂饭这样的事都做的。八少爷应该不会是自己跑了吧？管家一拉开病房的门，就看到了他家八少爷站在病房门口，望着走廊的那一头。
那副望眼欲穿的样子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家八少爷在等情人呢。八少爷，你在这里看什么？管家顺着战月看的方向望去，除了护士时不时出现，就是病人及家属了。哦，他知道了，八少爷是嫌病房里太闷，不想躺在床上，所以出来看人。曾医生今天还没有来查房呢。管家愣住，他还以为八少爷在这里是看人打发无聊的时间，原来是为了曾医生呀。管家过来照顾八少爷也有一段时间了，知道曾医生是八少爷的主治医生。八少爷，曾医生今天休假吧？平时这个点早就过来查房了。管家猜测地道，这都上午10点了，医生查房是在交接班之后，就算在其他病人那里待的时间稍微长一点，到了这个点也该查到了八少爷这里来了，但还没有来，就有可能是医生休假了，或者是上夜班。战月悠悠地说道，他休假怎么不说一声？我在这里等了2个小时，都不见他来查房。八少爷这话含着其他意思呀，该不会是八少爷住院这段时间瞧上了人家曾医生吧？管家想起曾小雅的样子，不算大美人呀，不过耐看，看着很舒服，脸圆圆的，比那些瓜子脸美人更显得有福气。她的审美观就是欣赏圆脸的女孩子。八少爷跟她一样的审美观吗？曾医生脾气好，人也温和，对待病人都很好，很有耐心，不管病人和家属问什么，他都会耐心回答。在这住院部里，曾医生人缘很好。有2个护士朝战月的病房走来，战先生，你今天要换药了。2名护士近前来，其中1名护士笑着对战月说道，自从战月住进来，护士们都喜欢过来帮他换药，或者给他输液，能跟着医生过来查房都可以。没办法，战先生太帅了。有些人也知道了战月的真实身份，是他们管成首富战家的八少爷。都说战家的少爷个个都是人中龙凤，俊美非凡，传言果真不假呀。战家少爷是真的好帅，怪不得说战家的少爷是年轻女孩子的梦中情郎。而且护士们比平时更温柔，耐性更好，就是怕自己脾气不好会传到战月耳里，影响了自己的形象，哪怕战月眼里并无他们，在有帅哥的地方，他们就是忍不住维持一个好的形象。哦，好的。战月不好让管家现在去问一下曾小雅今天是否休假，带着点遗憾回到病房里，老老实实的让2名护士帮他换药。住了一段时间的院，他不用再输液，痛也没那么痛了。今天怎么没有看到曾医生呢？战月一副很随意的样子，问着帮他换药的那名护士。曾医生今晚上夜班，会上一段时间夜班。战月哦了一声，原来他上夜班了呀，我还以为他放假休息。曾小雅上晚班，晚上8点交接班的时候，也是要来查房的，他就可以见到他了。住了一段时间的院，他留给曾小雅的印象想来是不错的，就是曾小雅很忙，她又不是重伤重病的病人，除了刚住进来的那2、3天，曾小雅会过来。后面她不用输液后，也就是曾小雅每天查房时，他才能见到她，想多看她几眼。他查完他这间病房后，他就出去在病房门口站着，看着曾小雅和其他医生一起在其他病房进进出出，那样他就能多看他几眼。原来这是爱上一个人的滋味，很想见他，见不到他就日思夜想的。战月也摸清了曾小雅的家庭情况，她出生于医学世家，一家子都是医生，就是亲戚几乎都是医生，中医也有，西医也有。